大家好啊，我是优步。我们谈庄严呀，其实就是谈功德。经典上有一句话叫做功德庄严，庄严佛净土，这不都是在谈庄严吗？其实庄严的重点啊，在于功德。讲到功德，千万不要只是谈布施、谈供养，那是最大的错误。因为有布施、有供养，却不一定能够形成功德，必须功德能形成，才能有福报。其实得到福报啊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最多啊是到天道去享受去。如果做一个佛弟子，戒行庄严就够了，就可以到天道。因为戒行庄严，你就不会造业，不会做错事，至少也能保持自己的清净，也不会伤害别人，自己呢也不会受到伤害。说到功德啊，功是一种力量，德呢则是一种修养。修养能够发挥成为力量，又肯定是扰益性的，没有伤害，没有后遗症，是不是这样就能庄严了呢？其实啊，这也只是一个概念。很多佛教徒啊，在日常中会乱用名词，比如看到一个人长得很美，他不敢说人家长得漂亮，都说他很庄严。就连插一盆花，也是讲这盆花好庄严。其实啊，这简直是糟蹋庄严这两个字。人呢，是带着业来到人世间，难免啊有业的习气。我们都知道，处处是道场，处处都有佛法。人都执着于表象，其实在乎表象啊是很自然的。连释迦牟尼佛也谈表象，所谓32相80种好，这不都是在谈表象吗？但是啊，我们一定要了解，释迦牟尼佛谈的32相80种好，是说从修行完成修养，慢慢改变形成的，而不是说跑到整形医院一点点给整出来的。好比我们现在拿出300万去整形医院，照着佛陀的照片，按照那个像1比1的整形出来，这样的要求啊，在今天的整形界并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因为很多人已经把自己整成了芭比娃娃，或者跟明星相似度极高的脸，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因为这都是在表象上面去打转，只不过人对表象的分别心并没有罪过。可问题是啊，这种分别心升起以后啊，不要太过于去计较执着它，我们要能保持一种自然性。至少啊，世间法也是这么讲的。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，可是内心很好，所谓的有内在美。那么内在美谁能看得见呢？其实啊，我们看他平时的表现，不就可以看得见了吗？常常世俗的一些话，不要只是当作成语来念，什么红颜多薄命、蛇蝎美人，都是从表面上看。要想看到内在啊，其实不容易了解。从以上可以发现，我们即使能将修养表现出一种力量，佛法论从因到果，中间啊还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。在过程中间啊，还涉及到因缘的问题。如果把世间法放在一边，只是害怕逃避，拼命的去寻找佛法，真能找得到佛法吗？世间没有佛法，世间只有世间法。我们必须要学会，必须要知道怎么样从世间法中去突破，去处理，
被绑住了，能知道如何得解脱；有烦恼了呢，能够不烦恼，这就是出离。如此一来啊，五欲八风对你而言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这才是真正有修养。可是有修养并不够，修养啊要能够化成力量，产生能帮助别人的效益性才行。所以我们不要到大藏经里去找佛法，而是要把大藏经当成知识经验，具备这些知识经验后啊，面对现实的环境，不管人也好，事儿也好，能够分别，所计较执着的不是业，而是道，要能达到这种程度。但是这还不是很高的境界，可是能做到这样也就不容易了，因为分别心升起啊，总是有两端的对立。想从世间法发现它的绝对，把握一个原则，就能一下子抓住要领。在人与事儿这种环境中，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，没有什么对不对，是与非。如果还有，都是一种分别的相对法。如果我们能够突破这种有，就可以达到无的境界。但是无不是没有，无啊是从有中突破。可是在某一个时刻，可能还有不一定的意思，所以这些原则啊一定要把握。当然有些经文里说的无肯定是指没有，那就要看是哪一部经，在哪一品哪一章谈的是什么。但是只要涉及到有，肯定那个无不是没有。刚刚说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，对与错，是与非，那是什么样的境界呢？其实啊，就是一个绝对的境界。只要还有，都是相对的，是相对的，都是世间法。现在啊，可以想一想，烦恼跟菩提是不是相对法呢？好像是相对的。烦恼啊是世间法，菩提啊好像是佛教里的名词。但是我告诉各位啊，菩提还是世间法，它并不是佛法。这么一讲啊，烦恼跟菩提都是世间法。那么什么才是佛法呢？这问题啊很严重。首先我们需要了解，为什么烦恼即菩提呢？因为烦恼里有菩提，只是能不能从烦恼中间显现出菩提来呢？如果只谈菩提啊，肯定是指觉悟的道路，或者是觉的意思，那还是些文字，一些含义，所以啊，还是世间法。要如何从烦恼中显现出菩提呢？这就需要佛陀的道理方法来帮助我们。但要知道啊，如果烦恼消失了，菩提也就不存在。为什么呢？就好像一件衣服脏了是烦恼，是不是洗干净了就是菩提了呢？衣服脏了说是脏，洗干净了呢是干净，这都是世间法。要了解是谁在那里烦恼呢？在我们说衣服脏了穿在身上感觉不自在是烦恼，要洗也是烦恼，其实是那个人在烦恼，而不是衣服起烦恼。穿得再脏，衣服本身也不会烦恼，洗得再干净，他也不会欢喜。这一切啊，是因为那个我去分别。我刚刚不是说过，于业于道的分别中都有我。问题是谁在那里烦恼呢？谁在那里菩提呢？是谁在那里分别呢？
其实都是你那个我。所以说，在分别心之下，难免会有计较、执着。但是要搞清楚计较、执着的是业还是道呢？如果是业，是世间法；如果是道，还是世间法，不是佛法。因为烦恼是需要方法去化解的，这样方能显现出不烦恼了。那么凭什么不烦恼了呢？因为搞清楚了，觉悟了。那现在不烦恼了，可以抓住一个觉悟不放吗？所以说，烦恼没有化解之前，菩提还是存在的。而当烦恼化解了，菩提也就不见了。这一点一定要多思考。如果烦恼化解了，认为还有一个菩提，还是分别心，还是执着与计较，一点都不清净，就谈不上修养。因为功德的德是从修养来说，修养呢是根据清净的修行来完成的，才能够谈到功德的显现。一旦有这种功德，要怎么去显现呢？只要发挥它的效用，不只是自己得到利益，还能帮助别人得到利益。所以说，庄严究竟庄严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表里一致，而且肯定是依教如法，根据佛陀所教、佛陀所谈的道理方法去修养而完成道业，这才是庄严的真谛。接着我们谈一下淡泊，也可以讲心识、心智，或者可以浓缩起来就是一个愿字。淡泊就是一种愿，而且是一个愿的完成。什么叫淡泊呢？是吃苦耐劳吗？是去忍辱并且拼命地压抑自己承受一切吗？我想显然不是的。用白话来讲就是说淡是没有任何的味道，泊呢是一个范围。这个范围不一定是指哪里或者一个什么范围，也就是说，不论无明、烦恼、迷惑、五欲、八风，甚至十恶业，任何一个范围，如果停滞在那个范围里心智能达到淡然无味的境地，是要靠庄严清净来完成的。所以说，淡泊是一种愿，是一种理想与目标，绝不是说不穿太好的衣服，穿得破烂一点，那个不叫做淡泊，也不是所谓的粗茶淡饭。因为如果你成天粗茶淡饭，最后落到营养不良的地步，是会生病的。如果越来越严重的，还会死。这并不是讲怕不怕死的问题，而是生命的价值修养了多少呢？你发挥了多少呢？谈生命的价值来人世间短短几十年做了什么呢？对自己怎么样呢？你对别人又怎么样呢？如果给自己立下一个愿，那还得不能搞错了方向。就像一般人讲的，我发愿死了以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不是个很好的愿望。但是如果你做不到庄严与清净，你去得了吗？你凭什么去呢？所以说发愿之后还是要去行。如果做不到的都不叫做愿，那叫做大妄语。很多人有误解，以为发愿发得越大越好。有些人呢希望世界和平，有些人呢想要拯救地球。
那么你拿什么让世界和平？你用什么去拯救地球呢？其实啊，真正的愿不是把它摆在遥远的未来，真正的愿啊，只是一个概念融合，而后你必须真正脚踏实地的去做，一点一滴的去行，最后啊，完成你的愿。如果你只是摆在一个遥远的未来，就好像有很多佛教徒说的那样，我今生不修，修来生，我来生要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你这一生都搞不好，你还谈来生干什么呢？你这一生都没有好好的修行，你来生就能够用功办道了吗？因为这种人啊，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因果关系与因缘法则。就像很多佛教徒到寺院去喜欢要师父的手串或者念珠，认为那个法力大。即使有些有修养的佛教徒啊，不好意思直接要师父的，也会拿出自己的手串或者念珠挂件，拜托师父们给加持，认为师父加持后就有法力了。那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，你直接让师父加持你多好啊，还加持念珠手串挂件干什么呢？这时啊，有些佛教徒就会娇羞地说，对啊，所以我让师父给我摸摸头灌灌顶，给我开开智慧。所以啊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无语啊，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做缘，就把它当成缘。学佛啊，谈修行一定要了解，清净是在修行上着手，要完成功德才能庄严。最后于心智愿力要有什么样的认识呢？心识啊，要能做得到的，千万不要变成妄语，尤其啊，不要成了大妄语。有些人会说，不对啊，地藏王菩萨不是说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吗？你的意思是地狱空了吗？还是地藏王菩萨妄语了呢？如果有这种疑问的同学啊，可以翻看我之前的视频，你就可以了解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。希望可以帮到你，感恩大家，我是优步。